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郭德纲这次出事，表面看是一句唱词惹出来的麻烦，但我更关心的不是他会不会被罚款，也不是他这段包袱到底好不好笑。真正值得看的是一个社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敏感。一个相声演员在台上改了几句老歌，台下有人举报，地方文旅部门立案调查，网上一片叫好。这四步连起来，才是今天中国文艺环境最真实的样子。先把事情说清楚。今年7月24日，郭德纲带着麒麟剧社在武汉演出。他在表演里唱到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插曲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原词里有一句微山湖上静悄悄，他改成了紫禁城里静悄悄，后面又接了一些佛号戏谑式的念白。熟悉郭德纲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演。这种把老歌、戏曲、相声包袱临时串起来的方式，他用了很多年。他未必高级，也未必每个人都喜欢，但他确实属于相声和曲艺里很常见的一类现场处理。问题是，这一次不一样。视频传到网上之后，有人向武汉市文旅局举报，说他篡改红色经典，违背公序良俗。8月11日，文旅部门回应说，演出手续本身齐全，但这段临时增加的唱词没有写入事先报备的演出内容，所以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，已经依法立案调查。立案调查这4个字对中国人来说很重，哪怕最后只是行政处罚，哪怕只是警告和罚款，它传出来的信号也已经足够明确。台上的自由发挥不再只是艺术判断，它现在首先是合规风险。过去大家争的是这段相声好不好笑，尺度合不合适，演员有没有品位。现在争的是你有没有报批，你有没有改词，你有没有碰到某个被神圣化的符号。这就不是相声内部的问题了，这是一个社会如何管理笑声的问题。很多人会问，郭德纲是不是活该？因为他这些年口碑确实下滑了。早年他刚红的时候，很多普通观众把他看成一个从体制外杀出来的人。那时候主流相声已经很僵了，晚会相声越来越像汇报演出，笑点稀薄，姿态端着，演员讲几句所谓正能量，观众礼貌性鼓掌。郭德纲突然出现，最大的吸引力不只是基本功，也不只是传统段子多。他的吸引力在于，他让观众重新感觉到相声可以冒犯，可以讽刺，可以不那么听话。他能在传统段子里加现挂，能把现场观众、同行、社会新闻，甚至一些不能直说的东西绕着弯放进包袱里。你听同一段，今天和明天不完全一样。你知道演员不是在被审查过的稿子，而是在台上真反应。这就是现场喜剧的生命。可是郭德纲后来也变了，他成为大腕，成为老板，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品牌。德云社从小剧场变成产业链，他自己也越来越多地处理关系，控制风险，维护商业盘子。与此同时，舆论也变了。过去骂他的人很多来自同行和体制内文艺圈，现在骂他的人有大量普通网友，他们未必真的听相声，也未必真的关心曲艺，他们只是觉得明星赚了太多钱，文艺圈乱象太多，艺人都该管管。只要谁被举报，谁被立案，谁被处罚，他们第一反应不是问证据，不是问比例，而是先觉得痛快。这就很值得玩味。一个靠繁体制文艺僵化起家的演员，最后被一套更细密的文艺管理系统困住。一个曾经被民间支持的人，最后在民间的叫好声里被举报。这不是郭德纲一个人的命运，这是中国公共文化空间收缩之后很多人的共同处境。我们先讲相声本身。相声这门东西最核心的生命力是讽刺和错位。喜剧为什么让人笑？因为它把高高在上的东西拉下来，把日常生活里的荒谬放大，把一个人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之间的距离揭出来。一个普通人摔一跤未必好笑，一个平时一本正经满嘴大道理的人摔一跤，大家可能就会笑。一个乞丐吃不上饭，这很苦，不是喜剧。一个权贵被误认成乞丐，被人按普通人的规矩对待，这就是喜剧结构。所以真正有力量的喜剧天然会碰到权力、身份、虚伪、规训和禁忌。他不一定要骂人，但他一定要有一点拆解。问题在于
越是强调整齐划一的社会，越害怕这种拆解。因为拆解一旦开始，观众就会发现，原来很多严肃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神圣，很多威严的姿态其实也有荒唐的一面，很多被要求无条件崇拜的符号也可以被重新观看。从管理者角度看，这当然危险。所以中国相声在很早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改造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传统相声里大量荤段子、伦理梗、江湖气被集中清理，老艺人被组织起来改本子，创作新段子，把原来街头巷尾、茶馆园子里的东西改造成能上舞台、能进广播、能服务宣传的文艺形式。这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。传统相声里确实有粗俗的东西，确实有拿穷人、女性、残疾人开涮的旧包袱。改造不是完全没有理由，但代价也很明显。一旦相声被要求承担教育任务，它就开始离喜剧越来越远。你让相声演员歌颂政策、表扬先进、弘扬主旋律，他当然也能说，但那个东西很难真正好笑。因为歌颂的逻辑是往上捧，喜剧的逻辑是往下拉，宣传的逻辑是统一答案，讽刺的逻辑是揭开矛盾。这两套东西本来就不是一回事。80年代到90年代初，中国文艺曾经有过相对宽松的时期。那时候经济在起飞，社会对未来还有期待，很多禁忌没有后来那么硬。相声、小品、摇滚、流行歌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试探边界。不是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敏感，而是那个年代的执政合法性更多来自一个简单承诺：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只要工资在涨，工作机会在增加，城市在扩张，很多人愿意把一些不舒服的东西放一放。政府也有更强的自信，允许文化市场有一点噪音，有一点松动，有一点不那么端正的表达。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初甚至出现过把红色歌曲重新编曲，用流行唱法和电子节奏包装的文化产品。当年这种改编尺度放到今天很可能会引发巨大争议，但在当时它更多被当成一种文化现象、商业现象。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更不懂政治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很懂。只是那时候经济增长本身能提供情绪价值，现在不一样。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难用收入增长、资产升值、就业稳定来安抚大众，它就会更依赖另一套资源。这套资源不能吃，不能花，但可以被反复讲述。历史记忆、革命叙事、民族情绪、英雄符号、领袖形象、外部敌人，这些东西会被抬到越来越高的位置，因为它们成本低、调动快，而且很容易制造共同感。你对现实不满吗？那就告诉你，我们曾经多么苦难，我们今天多么伟大，我们外部有多少敌人，我们内部有多少坏人，我们必须团结。这套话术并不只在中国出现，俄罗斯也有类似现象。经济长期停滞，社会分配紧张，政治空间收缩之后，卫国战争记忆被不断神圣化。二战老兵、国家荣光、历史牺牲变成高度敏感的象征资源。你一旦冒犯，哪怕只是网上评论，也可能付出很高代价。这是很多国家都能看到的规律。当现实绩效下降，象征资源的权重就会上升。当象征资源被抬高，对冒犯的容忍度就会下降。放回郭德纲这件事，你就会明白，它不是一场孤立的风波。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，可能会把这段改词当成没品位，最多骂2句。一个经济压力很大的社会，就更容易把它看成冒犯、亵渎、敌意。因为现实里的好消息少了，符号就承担了更多稳定情绪的功能。符号越重要，管理就越紧，管理越紧，举报就越有价值。于是告密社会就出现了。什么叫告密社会？不是说有人举报违法行为，正常社会也需要举报。比如食品安全、腐败、诈骗、暴力犯罪，这些当然应该举报。一个人在澳洲，如果看到企业偷排污染物，看到老板严重违反劳动法，看到有人虐待儿童，也应该向相关机构报告。关键区别在于，现代法治社会的举报目标是具体违法事实，处理要遵守程序和比例；而告密社会的举报目标往往是政治态度和身份标签。它不只是说你做错了什么，
他更重要的是说，你站错了队，你不够忠诚，你不尊重某个神圣对象，你有问题。这种举报的杀伤力不在证据本身，而在他能把一个人拖进政治审查和舆论围剿。一旦这套机制形成，每个人都会开始自我审查。演员上台前会想这句能不能说，主办方审批时会想有没有遗漏，平台剪辑时会想会不会被截出来举报，地方官员看到举报会想，如果我不处理，万一上面追责怎么办？最后，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件事有多严重，但每个人都会选择把它当成严重事情处理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它不是一个强人站出来说所有人都不准笑，它是系统里每个环节都在计算自己的风险。举报者成本极低，他只需要截一段视频，写几句大词发给部门，传到网上。他不需要承担艺术判断的责任，也不需要承担处罚后果。被举报者成本极高，他要解释，要停演，要删视频，要面对行政程序，要承受舆论围攻，还要担心未来审批和商业合作受影响。管理者成本也很高，如果不处理，被人说成纵容错误导向；如果处理过重，又会显得荒唐。所以他们最稳妥的选择就是启动程序。程序一启动，信号就传出去了。这件事从艺术争议变成了政治风险。很多人看到依法立案调查，会本能觉得那一定是很严重。但这里要分清楚，立案调查不等于刑事犯罪。在行政监管里，立案调查可以是一个程序性动作，它意味着主管部门认为可能存在违规，需要进一步查明事实。最终可能是罚款，也可能是警告，也可能是责令整改。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立案本身，而是它背后的规则设计。营业性演出管理的逻辑是演出内容要提前报批，你报了什么就演什么。节目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场次变了要重新审批，节目内容发生变化也可能触发更重处罚。从纯行政管理角度看，这套制度并不是临时为郭德纲设计的，它一直在，但以前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，因为现场演出天然会有变化。歌手返场多唱一首，演员临时互动几句，相声演员现场砸挂，这都是舞台的一部分。如果把报批文本当成唯一合法版本，那现场艺术就会被压扁成朗读稿。相声尤其如此，相声不是京剧程式，也不是会议发言，它靠节奏，靠接话，靠临场反应，靠演员和观众之间那点不确定性。你把所有不确定性都拿掉，剩下的就是安全稿。安全稿可以通过审查，但它很难让人发自内心的笑。这几年脱口秀行业也一样，很多现场很好笑的段子，到了播出版本就被剪得支离破碎。演员前后语气接不上，观众笑声还在，关键句没了。你一看就知道，中间被拿掉的不是废话，而是风险。文艺从业者当然知道这样不好，管理部门里也未必人人都真心喜欢这样，但系统会逼着每个人往保守方向走。因为出彩没有奖励，出事要担责。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少说、慢说、不说。这就是文化下行的机制，不是突然没有人才，也不是观众天生不懂幽默，而是所有聪明人都知道，真正有锋芒的表达，风险越来越高，收益越来越低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还要看郭德纲为什么今天没有那么多人替他说话。这是不能只怪网友。郭德纲这些年确实消耗了不少公共好感。德云社商业化之后，徒弟管理、饭圈化、伦理梗、低俗争议与同行的长期口水战，都让很多人对他产生疲劳。一个曾经代表民间反叛的人，后来也会变成自己的小体制。他有徒弟，有规矩，有资源，有粉丝动员，也有一套内部等级。当年他批评别人靠体制、靠关系、靠话语权压人，后来他自己也开始拥有话语权，这很正常。很多草根英雄一旦成功，都会变成机构。机构首先要活下去，就会越来越讲利益，越来越讲控制，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真正的表达风险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支持郭德纲，有一部分是对他本人的反感，但这不能改变问题本质。你可以不喜欢郭德纲，你可以觉得他的包袱低级，
你也可以认为他不该拿某些作品开玩笑，这些都可以讨论。但如果一个社会处理文艺争议的方式是动不动举报，是行政立案，是用忠诚和亵渎来压倒审美判断，那最后受伤的不会只是郭德纲。今天你不喜欢郭德纲，所以你觉得罚他挺好。明天轮到你喜欢的演员、作家、老师、主播、学者，也会有人用同一套话术举报他。再往后，轮到普通人。你在朋友圈转一句话，课堂上说一个例子，公司年会上开一个玩笑，孩子在学校写一篇作文，都可能被人截出来重新解释，放到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里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举报社会真正吞掉的不是某个明星，它吞掉的是所有人的日常安全感。中国历史上，告密从来不是新东西，但每一轮告密社会的形成都有几个共同条件。第一，政治评价压倒事实评价。一件事本来可以讨论事实，比如郭德纲有没有未经报备改词，这可以查；也可以讨论审美，比如这段是否粗俗，是否冒犯观众感情。但告密社会会把问题迅速升级为政治态度。你是不是不尊重革命历史？你是不是价值观有问题？你是不是被资本带坏？你是不是敌对势力的回声？一旦进入这个层面，普通辩解就没有用了，因为你解释的是事实，对方审判的是立场。第二，处罚标准模糊，规则越清楚，人越有预期。你告诉我什么不能说，边界在哪里，处罚比例是什么，我至少知道怎么避免。但很多时候，边界不是写在法条里，而是写在气候里。今天可以，明天不可以。小人物说了没人管，大人物说了被放大。顺风时是幽默，逆风时是亵渎。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所有人更加恐惧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越线。第三，围观者获得道德快感。举报不仅是权力行为，也是一种情绪消费。很多普通人生活压力很大，收入不涨，工作不稳，房贷压着，孩子教育压着，对现实没有太多掌控感。这时候，看到一个名人被举报、被处罚、被迫低头，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快感。不是因为他真的伤害了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看到一个比你有钱、比你有名、比你更自由的人也被系统按住了。这种快感很危险，它会让人把自己的不满转化成对他人自由的惩罚。第四，管理者也被管理。很多人以为基层部门很愿意管这些事，未必。一个地方文旅干部心里可能也知道，一个相声演员临时改几句词，不至于动摇国家根基。但问题是，他不敢赌。举报摆在那儿，网上有人盯着，万一不处理，事情被放大，他自己就可能被问责。于是他必须处理。处理不是因为他相信，而是因为他害怕。这就是上下一体的含义。上面怕失控，中间怕担责，下面怕被举报。所有人都在说安全话，做安全事，最后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。再回到经济，为什么我说郭德纲事件能看出中国经济困境？因为文化宽松度往往是经济和社会自信的温度计。经济好的时候，政府更愿意讲发展，企业更愿意投资，年轻人更愿意尝试，观众也更有耐心接受复杂表达。那时候社会虽然也有矛盾，但大多数人相信明天可能更好。只要这个预期还在，很多争议就不会被上纲上线。相反，当经济转弱，失业增加，消费疲软，资产价格下跌，社会上升通道变窄，大家对未来的信心下降，政治系统就会更重视秩序。秩序变得比活力重要，安全变得比创造重要，表态变得比内容重要。这时候文化管理一定会变紧，因为文化是情绪出口。你不让人谈现实，他们就会在段子里谈；你不让人批评政策，他们就会在笑话里绕；你不让人表达不满，他们就会用隐喻、谐音、改词、现挂去表达。所以管理者会越来越紧张，他要管新闻，管平台，管学校，管演出，管游戏，管短视频，管饭圈，管笑话。管到最后，不是因为每个笑话都有危险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哪个笑话会变成共鸣。共鸣才是真正让权力害怕的东西。一个人讲笑话不可怕，10000人同时笑才可怕。因为笑声意味着大家都听懂了，听懂
就说明他们共享了某种现实判断，而这种判断未必是官方愿意承认的。所以，中国相声和脱口秀最难的地方，不是找不到段子，而是现实本身太像段子，但你不能说。房价不能深说，失业不能深说，地方债不能深说，医保、养老、教育、婚育、阶层固化都不能深说。那演员还能说什么？说自己胖，说搭档穷，说婆媳关系，说爸爸儿子，说吃饭睡觉。说多了，观众又嫌低俗。可真正不低俗的讽刺，系统又不让说。这就是中国喜剧的困局。郭德纲当年为什么能红？因为他在一片僵硬的环境里带回来一点江湖气，一点不服管，一点现场感。他今天为什么危险？因为同样这些东西在新的环境里都变成风险。他不能太主流，太主流没人买票；他也不能太自由，太自由随时被举报。他只能在中间走钢丝。可经济下行，舆论收紧，行政合规加码之后，这根钢丝越来越细。有人说郭德纲可以去海外演，从商业角度看，这当然是一条路。海外华人市场不小，澳洲、北美、欧洲都有中文观众，尤其像悉尼、墨尔本、布里斯班、黄金海岸这些地方，华人社区很成熟，真有水平的中文演出并不愁完全没人看。但这不是简单换个场地的问题。一个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商业品牌，它的主要收入、徒弟体系、平台曝光、商业合作大都还在大陆。你要完全转向海外，就等于重建市场，也等于承认在本土的表达空间越来越有限。这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很沉重的选择。更何况郭德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叛者，他很懂中国社会的规则，也很懂人情世故。他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与主流之间的平衡，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该合作的时候合作，该避开的地方避开。所以这次事件真正说明的是，不是你够懂规矩就安全。当环境继续收紧，规矩本身也会移动。你昨天能说的，今天不一定能说。你20年前说过无数次的包袱，今天也可能被翻出来重新审判。这就是倒茶的威力，它让过去也不安全。你以为自己只是活在今天，其实你的每一段视频、每一句话、每一次临场发挥，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被放进新的政治语境里重新解释。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第一，创作者会变得越来越保守，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不值得。写一个有锋芒的段子，可能一夜爆红，也可能一夜出事。相比之下，写10个安全段子，虽然平庸，但能活。久而久之，行业里留下来的就会更多是会避险的人，而不是最有创造力的人。第二，观众审美会退化。一个社会长期看不到真正有锋芒的喜剧，观众就会习惯低级替代品。不能讽刺权力，就讽刺弱者；不能谈公共问题，就谈私生活；不能讲结构性荒谬，就讲伦理烂梗。最后，大家一边抱怨文艺低俗，一边用制度把不低俗的可能性全堵死。第三，公共讨论会越来越道德化，所有具体问题都会被翻译成道德审判。一个演员改词，不问比例，先问忠诚；一个老师讲课，不问语境，先问立场；一个企业家发言，不问事实，先问爱不爱国；一个普通人吐槽生活，不问处境，先问是不是负能量。这会让社会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因为解决问题需要事实、数据、程序和责任，道德审判只需要情绪。第四，权力会越来越依赖象征，越来越远离绩效，这对国家长期发展并不是好事。真正稳定的社会不是靠每个人都不敢说话维持的，真正稳定来自可预期的规则，来自经济机会，来自普通人相信努力还有回报，来自不同意见能够被制度吸纳，而不是被举报消灭。澳洲当然也有政治正确，也有文化争议，也有取消文化，这一点不用回避。在澳洲工作生活这些年，我也能感受到西方社会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绝对自由。你在职场说错话也可能惹麻烦，媒体舆论也会有自己的偏见，不同族群、性别、宗教议题也有很多敏感边界。
但现代法治社会和告密社会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。区别在于权力是否受到程序约束，区别在于争议是否可以公开辩论，区别在于处罚是否有明确边界，区别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在不被摧毁的情况下犯错、道歉、解释、继续工作。在中国，很多事情的问题不在于有边界，任何社会都有边界，问题在于边界不稳定，解释权高度集中，而举报机制又可以把普通争议迅速政治化，这会让人活得很累，因为你不是在遵守规则，你是在猜测风向。猜规则最多是法律问题，猜风向就是生存问题。很多人会说郭德纲这么有钱，用不着替他操心，这话有一半道理。他当然比普通人有资源、有团队、有关系、有退路，他真被罚款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但公共事件的意义往往不在当事人是不是可怜，它在于这个事件暴露了什么机制。一个名人尚且如此，一个普通老师呢？一个地方剧团演员呢？一个小主播呢？一个在公司年会上说段子的员工呢？一个大学课堂里临时举例的教授呢？他们没有郭德纲的知名度，也没有郭德纲的资源，他们一旦被举报，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不想把这件事讲成郭德纲冤不冤，我更愿意讲成一个社会为什么越来越容不下玩笑。答案不复杂，因为玩笑背后有现实，现实越紧，玩笑越危险。经济越弱，符号越神圣，符号越神圣，举报越有市场，举报越有市场，人人越沉默，最后台上没有笑声，台下也没有安全感。郭德纲这次会不会受到重罚，现在还要看后续程序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。相声演员会更谨慎，主办方会更谨慎，平台会更谨慎，地方管理部门也会更谨慎。这种谨慎层层叠加，最后就会变成一种文化气候。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大新闻，但它会慢慢改变每个人说话的方式。这里还有一个更细的变化，值得单独说一下。过去中国很多观众支持郭德纲，本质上是在支持一种民间秩序。他们未必懂相声史，也未必关心曲艺改革，但他们能听出来，郭德纲不是晚会里那种被安排好的笑声，他有粗糙的一面，也有鲜活的一面。他的语言里有市井，有怨气，有自嘲，也有对权威和同行的揶揄。在一个普通人表达渠道很少的社会里，这种人很容易被投射成替大家出气的人。可一旦经济环境变差，社会情绪就会翻面。当年你觉得他替你骂人，今天你会觉得他凭什么比你有钱？当年你觉得他不服管很痛快，今天你会觉得他也该被管一管。当年你觉得他和体制内相声不一样，今天你会觉得他也是资本、明星、饭圈、特权的一部分。这不是简单的粉转黑，这是社会心理从羡慕上升转向嫉恨下沉。当大家相信自己也有机会往上走的时候，民间会宽容成功者，哪怕这个人有毛病，大家也愿意看他闯出来。当大家觉得上升通道关了，成功者就会变成靶子。只要你站在高处，你的一句话、一个表情、一次失误都可能被解释成傲慢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是在维护红色经典，他们是在借红色经典惩罚一个他们已经不想再宽容的成功者。这就是举报文化最隐蔽的地方。它表面上讲道德，实际上释放怨气；它表面上维护秩序，实际上扩大恐惧；它表面上说人人平等，实际上让所有人都向更高的权力求裁判。而文艺行业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就会越来越不像创作行业，越来越像审批行业。演员不再首先问这个包袱准不准，这个节奏对不对，这个表达有没有穿透力，他会先问这句话能不能过审，会不会被截屏，会不会被断章取义，会不会影响下一场报批。公司也不再首先培养创作者，他会先配法务，配审核，配舆情监测，配危机公关。一个段子还没见到观众，已经先经过几轮风险过滤，过滤到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往往不是最真实的，而是最不容易出事的。这就是合规化对文化的伤害。合规本来应该保护行业底线，
比如安全、合同、版权、未成年人保护、消费者权益。但如果合规变成内容驯化，变成思想筛选，变成对临场表达的全覆盖控制，那么它保护的就不是观众，而是权力的情绪稳定。一个国家当然可以要求演出守法，但如果法律的实际效果是让所有创作者都不敢碰现实，不敢碰历史，不敢碰权威，不敢碰共同记忆，那这个行业最后就会只剩技术，没有灵魂。从敢说变成少说，从少说变成不说，从不说变成主动举报别人说，这才是最坏的结果。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只能歌颂，不能讽刺，只能表态，不能怀疑，只能举报，不能辩论，那么他失去的不只是幽默感，他失去的是自我修正能力。今天的郭德纲当然不是完美受害者，他有他的粗糙，他的江湖，他的商业算计，也有他被人反感的地方。但一个不完美的人也应该拥有基本的表达空间，一个不好笑的包袱也不应该轻易变成政治案件。一个社会判断文明程度，不是看他怎样对待最正确的话，而是看他怎样处理那些刺耳、粗糙、不合时宜、让人不舒服的话。如果每一句不舒服的话最后都要靠举报解决，那这个社会看似更整齐，实际上更脆弱。郭德纲谁在告密？当然有具体举报者，但更深一层看，告密者不只是某一个人，是经济压力，是政治焦虑，是行政避险，是舆论快感，是每个人心里那点只要倒霉的不是我就行的侥幸。这些东西合在一起，才构成了今天的告密社会。所以这件事最后不是相声问题，它是中国社会在下行周期里如何处理不安全感的问题。可惜的是，如果处理方式只是继续收紧，继续神圣化，继续举报化，那么不安全感不会消失，它只会换一种形式继续积累。笑声会先消失，然后是信任，最后消失的是每个人开口说话的勇气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